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中东的乱局已经闹几千年了，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但没想到的事情是，川普他搞定了，美国也搞定了这件事情，以哈真的停战了，所有人质通通都放了出来。你看到今天《时代》杂志的封面就直接放上了川普的照片，而且它里面写非常明白，他说什么？这是一个川普的胜利。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他是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个川普的豪赌，化解中东世纪的难题。这句话代表哈马斯为什么会信任川普？因为他知道只有川普，你的狂人可以压制住以色列。而除了川普之外，他底下这些外交官非常的强，他们基本上穿针引线之外，还合纵连横。为什么？你看到这是《华盛顿邮报》在11月11号的时候，他们拿到了美国的机密的文件。这机密的文件里面写着，他说在这个所谓以哈战争的阶段当中，尽管阿拉伯国家有去批判了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但是在美军的穿针引线之下，竟然有6个国家来加入了。一连串看下来，现在美国他真的要一统中东了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真的不敢相信，中东的乱局，我刚刚讲几千年，你说 A， 我就偏要 B， 这个人说 C， 我们就要往 D 走，为什么？在这一块土地当中，谁也不服谁。但没想到的是，美国他真的做到，以哈他真的停战了。现在川普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没有给我，没有关系。我自己失去了，我自己拿回来。对，没错，事实上川普人真的做到了。为什么做到什么呢？事实上，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来说的话，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仇恨已经有3、4千年的这个历史。川普自己说：“你能想象得到吗？3000年以来没有人能做到，我做到了。”哈，他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这几天的时候，在这个埃及开了一个叫 Peace 2025年的这个会议里面，所有的中东国家都签署了要跟以色列改善关系。同时之间呢，以色列也跟哈马斯同意结束所谓的这个人质的危机，就是以哈战争正式的这个结束。然后呢，这个所谓阿拉伯人呢可以回到加沙走廊，就是哈马斯回到加沙走廊，以色列也却承诺说不会再攻击你。所以这整个中东的这个乱局似乎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治理之下，获得了一个舒缓的这个状况，真的都完全和谈了，签了。对，所以你看，事实上你看这个连《时代》杂志，《时代》杂志一向对川普不是很满意的哦。你看它的封面还用了这个，你看川普的这个《时代》杂志嘛，这个 His Triumph 就是他的胜利，对不对？他还讲了这个话，用川普的名字用了这个胜利这个字，把它用进去，这样好。而且今天川普他还说什么？他说这个 N 很像什么？他在上面帮我戴一个小皇冠的感觉。对，没错。川普看到这个字，照理说啊，这个杂志《时代》杂志把你作为封面，你应该很开心嘛。不过川普果然是川普，他说什么啊？这个照片拍得很难看，我很少有这种由下往上拍了，而且他把我弄了一个很像王冠那个，他不知道在搞什么。不过他还是觉得说他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啦，至少他捧了这个川普。好，不止他捧了川普，我们给大家看这个，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邮报。你看耶路撒冷的邮报，你看它的标题上面写什么 ？God bless the peacemaker， 川普。上帝保佑你呀！你看他们这么开心，和平的创造者了。所以事实上，以色列人或者说中东的很多人都非常开心。甚至你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跟这个《时代》杂志一样，他都很少赞美川普了。就你看川普的豪赌，化解中东世纪难题，他还把他赞美了一番呢。所以事实上，显然真的有办法搞定这个所谓以哈冲突，搞定阿拉伯人跟以色列，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所以我就说嘛。虽然说他没有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照此趋势走下去的话，他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上，现在呢，这个川普到中东加了尾五轰，为什么？那过去一段时间哦，美国总统你只要到中东去，不然以色列人支持你，那阿拉伯人就不支持你；要么就是阿拉伯人支持你，以色列人不支持你。以前美国总统是这样，但他这一次不是，所到之处，以色列人欢迎你，阿拉伯人也欢迎你。我们现在看2个场景，第一个，他先到以色列，那以色列的这个总统办公室的主任就说，我们要宣布了，要给这个川普总统荣誉勋章。总统荣誉勋章，对，那这个是这个勋章，对，这个勋章是颁给这个最高的，因为他
不能够这个他是政治人物，但是他颁给平民的最高的级别的这个勋章，对，颁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就是颁给了这个川普。另外，好，他紧接下来的话，他不是到这个埃及吗？对，埃及出席了这个 Peace 2025年的这个会议里面，看这么多这个中东国家全部都出席，那他还说什么？中东迎接一个新的和谐时代，大家都签了这个合约嘛。好，那个埃及总统马上就说，你看，这是埃及总统哦。他说加沙战争应该是中东的最后一场战争，然后他马上就宣布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授予川普这个尼罗河勋章。你看，尼罗河勋章这是埃及最高级别、最负盛名的荣誉，以表彰川普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你看拿到了拿2个勋章，埃及的总统荣誉这个谁？以色列的总统荣誉勋章，还有埃及的尼罗河勋章。这个你看，同时之间一个中东型获得2个勋章，所以要说他真的很厉害。好，但是照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用的是所谓的非传统的这个方法。那什么叫非传统的方法？我跟他讲，事实上他真的，我觉得他是非常了解中东各国的利益所在。对，他现在用了一个大方向是什么？大家都要赚钱。我们今年的时候，川普不是到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阿拉伯还有卡达访问吗？他们这3个国家都要做什么？都要赚钱嘛。AI 赚钱，你跟我美国绑在一起，那你就要赚钱啊！你要赚钱的话，你要怎么样？这个地区要和平嘛，对，那大家都要赚钱啊。那加沙可以重建，大家都要赚钱，所以你看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看，川普就说啦，很多钱会涌入加沙重建，那未来会有扩大和平委员会的这个规模，指大家都想要加入和平委员会，就是未来的加沙会用一个和平委员会来重建嘛。那大家钱进去的时候，大家可以赚钱嘛。所以你看，川普就用钱绑住这些中东国家，你们可以重建啊，重建你把它建到什么未来海岸我不管你，反正你重建之后，你这个地方就可以繁荣起来，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啊。所以你看，埃及就说什么？埃及在未来几天会跟美国跟其他伙伴合作，为加沙走廊的重建奠定基础。我们打算主办一场初期复原、重建还有发展的会议。所以就说我们也要加入这个所谓重建委员会的时候，大家都进来，大家都进来的话，那我们就要安全、要和平，大家都要签个合约，改善彼此的关系。所以等于是用一个重建的梦，把这些国家完全框了起来。阿拉伯国家都愿意帮他们阿拉伯兄弟去重建嘛，对不对？那你看，而且那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行，看这是什么？这每个人都想跟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个总统合照。他光短短的1分钟，而且这是什么？这是那种用快速的方式。对。川普的手没有停过，对，每个人都要过去，对，能够握一下，比个赞。因为这次的这个作为这个和平会议里面来说话，不是只有中东领袖去，你看刚才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埃尔段也跟他握手，那还包括说各国的总统，你看都跟他握手，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跟他做生意嘛，就是你看。第一个，他现在手握美国有 AI， 对不对？另外一个，中东国家都是几乎在我的身边，我要做个重建和平委员会，我要加入他，所以等于是我用钱呢，把所有的这个国家把它框起来一个状况。那你看，他还说什么？他在拍照的时候还指着阿联酋的官员说：“你看，他们有很多钱，有无限的这个现金。”他也太粗俗了吧！人家在为了和平拍照，结果他拍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家伙有很多钱，有无限的现金。赵尔，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这个所谓非传统的这个，这就是非传统。因为什么？因为过去大家都说，哎，我们要什么人权啊，然后什么种族主义。问题是，他现在就直接跟你说利益摆在上面，你要不要赚钱？你要赚钱就跟我和谈，你要赚钱的话就跟以色列和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利益。过去大家都没有想到，哎，原来这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大家的仇恨都可以放到一边去。好，那我就讲。当然啦，他用利诱把大家框在一起，这是一个重点。另外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他也非常懂得人性的所在。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以色列跟哈马斯呢，他们到底真的是不是血仇？当然是血仇。问题是哈马斯呢？你要说哈马斯来说的话，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照理说应该帮助他嘛，就没有。我跟他讲，这个周边的国家，这一次以色列跟这个所谓哈马斯在交战的时候，事实上。周边的国家都站在以色列这边。我们那之前不是中东的这个战争的时候，以色列跟哈马斯交火打起来了，不是伊朗也发射火弹攻击以色列吗？也门也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吗？连真主党还有叙利亚都发现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嘛？就没想你看他们的文件是说，加沙战争起来的时候，你看有6个国家，这个包括埃及、约旦、科威特。巴林、卡达、阿联酋、阿曼等等这些国家，对，他们虽然说嘴巴说，哎，我们这个支持阿拉伯人，但问题是他们都跟这个以色列军方在合作啊。以色列军方合作为什么？为什么要合作呢？第一个，我跟他讲为什么？因为美国2024年的时候呢，
美国把很多伙伴跟他们串联起来，有7个国家，他说有7个国家，有6个国家透过国防系统连接该部分的这个空中影像，2个国家透过美国的空军共享的雷达资讯。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很可怕。在2024年的时候，你刚刚指的这一些国家，对，他们都跟以色列，他们都跟美国分享所谓的雷达跟所谓的影像资料，等于你飞弹从哪里来，我还可以提早跟你讲。对，没错。所以我就说这为什么很重要。第一个，你看也门在这边发射出去的，它会经过阿拉伯，对，所以阿拉伯就给他通知说，有。那伊朗飞出来的时候会经过科威特这些国家，约旦，对，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约旦拦截了非常多飞弹嘛。很多这种所谓无人机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所以包括川普在台面上之外，原来台面下他的穿针引线，他的动作有到这么多。对，结果我们以为以哈战争大家都在骂的时候，没有，他们早就合作了。对，这哇，原来是这样搞的。因为这些中东国家呢，他们很清楚嘛，以色列消灭不了我，但是有谁会消灭得了？一个是哈马斯的这个激进的这个虚拟教有可能会消灭我，另外是伊朗有可能会消灭我，所以这2个才是我的大敌人。那只要以色列我们好好相处的话，大家都可以和谈。好，所以这就变成是美国为什么能够在这里面呢，互相的这个所谓合纵连横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搞到最后，你看哈马斯也战败啦，真主党也战败啦。那今年的这个6月的时候，不是以色列还发动了这个战争吗？他不是把这个以色列跟美国不是联合轰炸了伊朗的纳坦兹啊、伊斯法罕还有福尔多的核子设施吗？不是把它炸的，把它的核子的设备炸回到这个解放前嘛？对。那你想，那伊朗呢？伊朗不是还是很强硬吗？没有伊朗最近不一样了。你看，这是伊朗什么？这是伊朗的报纸，那我们虽然看不懂，但我们给大家翻译。这是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创办的这个报纸。他说什么呢？他居然在最近他说什么？这个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是个错误而且代价高昂的失败。然后他说此举重创了这个抵抗轴心，就是叙利亚就被拿掉了嘛，被推翻了嘛，对。那德黑兰更加孤立，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过去他都很强硬嘛，那这一番自我反省的时候变得很罕见。我有没有听错？哈米尼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面承认我们真的错了，对，我错了，而且他说什么？他说自己对错误认识更加坚定，这是什么？我错，我知道，我还有反省哦。对，那你看之前哈米尼是怎么说？之前哈米尼有我们这个之前2023年10月的这个袭击的时候，他说是朝着将美国赶出该地区迈出了第一步，然后表示这个行动是颠覆了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就没想现在说，没有，那是错了，我错了。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连伊朗都认错。我说为什么伊朗认错？因为很简单嘛，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完全都被打掉了。以色列要击败你太容易了，美国要攻你太容易，他现在就是让你一个生路，然后你如果愿意认错的话 ，OK， 好，那他愿意认错嘛？愿意认错，他就不会再支持哈马斯，对，不会支持哈马斯，所以哈马斯现在就变成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八股在后面了，所以等于是他也必须要跟以色列跟美国求饶，就是这样。所以呢，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政治手腕，用这样的方法来这样做。好，那我这样讲，如果你是哈马斯，还会觉得说，不行啊。我哪知道说我现在武力不行啊？问题是以色列搞不好会追杀到底，那我没办法啊。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哈马斯曾经骂美国总统川普是种族主义者哦，然后制造混乱的人哦。不过呢，过去9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纳坦雅胡在这边，对，然后这是这个川普呢要求呢哈马斯跟纳坦雅胡见面哦。这个打电话，他说什么？根据这个记录来说，他拿了一堆电话给纳坦雅胡。当场要纳坦雅胡对空袭哈马斯高层在卡达的住所，对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卡达领袖致歉。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时不是飞到这个卡达去轰这个哈马斯，你要跟他道歉啊！道歉的时候，连纳坦雅胡这么强硬的人都跟卡达，而且这个画面是什么？这是在公开的场合底下拍的，而且川普就眼睁睁的看着你，把电话直接给你，你要不要打？对，他真的打了。对，专门会说，你川普好像真的可以压得住纳坦雅胡，你可以要求纳坦雅胡跟卡达道歉，那你当然也可以压得住他，不要再攻击这个所谓哈马斯嘛。所以我就说，事实上他显然是可以压得住这个纳坦雅胡的，纳坦雅胡也会听他的话，因为为什么？因为狂人呢怕疯子，那他这个虽然纳坦雅胡很狂，但是问题是川普比你更狂，所以我就说好，我愿意听他的话，好，那你愿意听他的话，所以才有这一次的协议嘛。好，那我就讲，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我们讲，这样中东的问题来说。每个美国总统都想要解决，你看，这是人家的这个报纸写的，你看这个奥巴马，我们来协商吧，我要炸，对，那我要继续炸。那这个拜登说我们来协商吧，那我要继续再炸。
然后这个我们会把你炸掉，那我们来协商吧。所以完全不一样。对你越狂，对他们越觉得怪了，不能这样搞吧？我就说你要颠覆现有的秩序来说，你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所以等一下，川普他有这个拳头比你大，他就直接攻击你。攻击你来说，我用钱来收买你，所以我才说他有2种不一样的手法。好，那不一样的手法里面来说，他当然要有人帮他运筹帷幄。运筹帷幄里面来说，最重要有2个人，一个是他的女婿库许纳，库许纳本来就是他目前是这个白宫的这个高级顾问，对，还有一个是美国中东问题的这个特使这个 Swift，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卢比欧，他们3个人呢都开始在这里面来穿梭。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库许呢本来就是犹太人嘛，他非常了解以色列状况，他可以跟纳坦雅胡说得上话，对，所以他可以了解这个问题。那中东问题还有这个卢比欧，他们都对这个非常的了解，所以等于他们这几个人在互相的这个穿梭的这个状况，所以才有这个。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这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达成协议的第一个时间，这个卢比欧就马上来跟这个川普来报告。你看，就留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转播的时候呢，他跑过来跟他说：“总统先生，我们以色列跟这个所谓的哈马斯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你看这样子，这个照片留下来，又在电视转播这个过程，实属的就是川普要的这个戏剧张力啊。然后这个给他一张纸之后呢，由川普来宣布，这就是川普所要的东西嘛。所以你看，川普马上就宣布了嘛。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川普要的所有的表演。然后我就讲，当然了，川普能够表演这一切来说，当然一个是拳头，一个是金钱攻势，用这2个非传统的手段呢，达成了这个中东过去都没办法达成的和平协议。宇轩，为什么说这一次的中东之举这一举1000年之久，没想到美国可以解决？我们刚刚讲，除了川普之外，他们的外交官在穿梭非常非常多。而为什么大家觉得这如此的兴奋？第一个，这些人质可以回来之外，你看到今天连黄仁勋都说话。他特别在这个所谓的公司的内部信里面，他代表他自己，还代表全体辉达的员工去做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真的要谢谢川普，没有川普，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同事，我们的员工没有办法回来的。”照我们讲啊，黄仁勋的这封情书哦，一次给了2个人，一个人呢，当然就是讲了当今圣上，也就是我们讲 Donald Trump 给川普看的嘛。但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黄仁勋会特别提到加沙走廊人质释放这件事？因为理由很简单，里面呢竟然会有 NVIDIA 的员工。你仔细看哦，黄仁勋是跟周一哦全体员工讲，他特别就写了这一段哈，里面特别感谢谁呢？来感谢说川普。现在呢，随着川普总统的和平协定和停火协议的第1阶段生效，所有人都回到了家人的身边。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在我看来哦，这一封信呢，的确啊，他是要非常的感谢哦这个人质的获释，同时给他一点送暖嘛。毕竟人在里面哦，我们讲的折磨这么久了，但与此同时，他也是要借机干嘛？去拍川普马屁嘛，对，啊，就是 kiss his ass 嘛，这个当然势必要做一下嘛。那你看，这就是那个员工哦，变得非常非常瘦弱。但我讲，其实不只是哦，我们讲这个 NVIDIA 这个员工，不只是马坦而已，其实还有其他的场景。我们看到，当人质释放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你知道多感人吗？他现在站起来了。他原本坐在轮椅上哦，他拼命我也要站起来，这是我儿子。你看他行动不便哦，但是他儿子终于回来了，他感动到就是要这样子去拥抱他，甚至还有一个更奇迹的人，因为原本大家都以为呢他已经不幸罹难了。你知道这个是谁吗？这是其中以色列的一个人质叫戴维，因为当时哦，我们讲哈马斯哦在拍这个戴维的时候，你知道吗？对，就看你现在看的画面，他也太瘦了吧？对，而且你知道他现在要干嘛吗？他就要自掘坟墓。自己挖自己坟墓，对，他就说现在呢，这个戴维他在隧道里面，而他所做的事情，你看已经瘦得跟皮包骨一样。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把它处理掉。所以你知道吗？当今天戴维我们讲现身的时候，大家也是，你看就是这个戴维，有没有看到？也是一样骨瘦，他还活着。你看他的那个小那个脚，他的大腿瘦到我讲都跟我手臂一样粗了，对，有够瘦，整个人都已经是 Vicky 啊。所以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感人的时刻。还有另外一幕，这一幕是什么呢？这个是有当下怎么被掳走的都有。原本有个男子叫欧尔，对，但那时候欧尔呢，就是跟他的女朋友呢原本在一起参加音乐节，结果没有想到哦，因为哈马斯突然临时间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哦，他女朋友就在他眼前哦，在他面前哦，就这样被你看，就是这个。这不是演戏哦，对，他就这样被哈马斯掳走了，直接掳走的。对，然后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他只能眼睁睁这样看着他的女朋友就这样被掳走。对，你知道各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天人两隔，这非常严重的事情。就现在好不容易，他也回归到他的怀抱里面。对，哦，我们看到两个人都穿着这个白衣服哦，然后这个重返这种温馨时刻，你看到第一时间都先拥抱，整个人就压下去，连我们在镜头外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喜悦啊，然后就亲亲他的脸颊。2023年10月到现在2025年10月，就压了2年呐。
所以你这才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子，好像就被折磨的不成人形嘛。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纷争就算第一阶段解决了，但是哈马斯在国内的动荡还没完。赵和，哈马斯跟以色列，你知道他们 Phase One 的第一协定是什么吗？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那你觉得他有解除武装吗？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嘛？当然没有嘛。那很奇怪哦。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质还是以色列也有人质，他一样放还给哈马斯，放250人。那为什么他不解决的状况下，甚至你看这个报道路透社写的，他说上周末开始部署武装单位，这个叫做卡萨姆旅，而且这卡萨姆旅呢就在整个街道里面的巡，甚至有影子小队，代表一件事情。美国跟以色列默许他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默许他做这件事情？我们用这个案例来讲，你就听得懂了。哈马斯最近这个画面非常骇人，当街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精锐部队来上，你看他在干嘛？冰冰冰冰，他在当街驳火，直接开战了，长的短的就开始在那边开，街头就这样直接开枪。那为什么呢？最后真的有人被击毙7个人就这样被击毙喽。那击毙的对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叫 Dog Mosh 这个叫杜格穆什。那为什么他要去杀这个杜格穆什的家族？你如果有去了解一下，第一件事情这个杜格穆什长期跟哈马斯是反对边的。对。再来第二件事情这个杜格穆什呢，过去曾经对美国进行类似恐怖攻击的行为，包括还把 Fox News 来，我觉得这是关键。谁最喜欢 Fox News？ 川普啊，对，他绑架2个 Fox News， 绑架福斯新闻的。对，那等于就是说让哈马斯担任这个任务，去在整个加萨，去在他的国内呢，把一些不同的意见或政敌呢扫荡、维稳干净，至少让他的力量呢在这边呢可以持续稳定，持续的把这个东西政局先给维稳下来。所以你知道吗？就连他们有个反对党叫做人民力量一样也是这种地方。我讲，因为哈马斯太多了，就是加萨那边太多了。对，他说有一个亲信最近也是被抓走。都是被这个哈马斯抓走，那美国完全都没有任何意见，美国就说很好啊，很棒啊。所以你看冲绑街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在美国默许状况下？因为讲白了，他们现在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但你如果没有哈马斯这股力量，因为他们是一次教诲，你知道多少人吗？7000个民兵，7000个民兵，他叫7000个民兵来，7000个民兵自己管。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都说什么？他们有发一个声明，就说我们只会对这种超出抵抗力量范围之外的人呢，进行我们讲的火力上的镇压。什么叫抵抗范围外？就是说，你如果是跟我不同派别，你要拥枪，我也没意见啦，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无政府了。但是呢，你如果超过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很有可能会干嘛？你知道很有可能会干嘛？让以色列接到一个讯号说，你违反协定，这才是重点。所以他持这些火力的目的是，我不要让这些人有可能，因为我若是其他反对党，我当然想尽办法搞破坏，让你们再打起来嘛。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看他说安全跟财产相关的东西呢，是他们现在维稳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变成就是说，美国跟哈马斯现在这个叫做一唱一和，在国内当然有哈马斯在维稳，但实际上2个人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瑞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川普用了什么非传统手段。我真没想到，哈马斯被所有全球外界都是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之前怎么去剿灭都没办法剿灭，结果他今天竟然真的只看到了川普叫这个纳坦雅胡打电话去道歉，就这个画面这一句话，他们竟然真的就签了和平协议，他们真的把这些人质通通都送回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今天看到川普不是站在 C 位，对，旁边是埃及啊、欧盟啊这些相关的国家嘛。他告诉我们一件事：诺贝尔和平奖你可以不颁给我，但是震级世界啊，它是最大的。震级世界，震级世界，世界宪兵投资，我川普说了算嘛。那他今天那么说了算了以后呢，你要知道全世界请问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让以色列跟哈马斯坐下来建立一个相关的那么加萨的和平协议？怎么可能？不可能嘛！这只有川普嘛，他办到了。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次哈马斯也愿意低头？哈马斯很了解。因为他的实力呢，如果有10成的话，他已经7、8成全部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被以色列给削弱了。我讲坦白，因为以色列找到借口嘛。对，以色列真能够有，真的是以色列这个中东雄狮是很凶狠的。你看他连医院就直接炸了，你知道吗？他没要管你的，他就开炸了，联合国车队照炸，你知道吗？而且你抗议无效。所以哈马斯觉得什么？我今天已经非常疯了，结果你以色列比我还要疯，你以色列比我还要疯之外，你川普比我还要疯。那么就让川普找到了一个位置可以卡入，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当然也不希望，那么整个加萨呢全部都被以色列给控制，不可能嘛。那其他的单位，因为哈马斯已经弱了，那里面还有巴勒斯坦的其他的民兵组织嘛。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这也是川普跟以色列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呢？群雄并起。对，
自己搞内讧，自己打内战，然后就是这样子。最后的结果，他们就是这些民兵组织，他们自己会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为什么？因为争取谁是主导权嘛。这将会是未来几年之内加沙走廊可能面临状况。但不管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已经赢了。川普今天主导的签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他已经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听说紧接而来又要主导跟伊朗之间的，对，你看啊，伊朗之间的，他可以直接丢伊朗啊，丢钻地弹，把伊朗的核设施棒了一塌糊涂，伊朗连屁都不敢吭啊。所以呢，事实上如果再让他主导成功的话，哇，不得了啊！川普自己本身已经变成不是世界宪兵了，现在是世界雄狮了。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他在准备要签这个哈马斯和那个相关的加沙和平协议的时候，故意对外面在飞机上面放话，放什么话？如果俄罗斯普丁再不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话，我不排除就把战斧巡弋飞弹交给乌克兰。你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乌克兰过去有盟军的很多什么 F-16的很多的什么炸弹啊、飞弹呢，还有一大堆，对不对？对。但是它缺乏一个致命的精准导引的武器呢，可以轰炸包括莫斯科在内，包括这些俄罗斯的心脏地带。因为只有轰炸这些地方，可以让这个俄罗斯摸名转倒灰，对，还被迫撤回，被迫结束这场战争嘛。那川普曾经夸下好语说，如果是他当选总统的话，一天就可以终止这个战争，对不对？对。现在普丁不甩他，还没有啊。普丁不甩他，结果怎么办？所以川普呢，他不是随便讲，他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你放心啦，不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参议院通过说要10亿美金把这个免费的那个美国把武器给台湾吗？对，我告诉你啦，川普不是不给台湾，他不要送你，他要台湾花钱去买，很简单嘛。所以他这些战斧巡弋飞弹也不会送给军援乌克兰，不会的，他就算要给，一定是透过欧盟、北约。花钱来买，对，帮乌克兰买了以后呢，我再给你。但重点不在这儿，普丁心里面一定呛一下，为什么？他不能让这件事情变真的。你知道，因为战斧巡弋飞弹重要的不是那颗飞弹，重要的是这个飞弹如何达到精准打击，天上的卫星还有相关的雷达这些相关的设施要给他嘛。那给他的话，扭转现在的战况嘛。现在好不容易，中共的雷达支援了俄罗斯，让他可以抓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然后北韩的军事呢，跟相关的这个的炮弹啊、火箭弹啊，还有飞弹，源源不断来到这个乌克兰的战场嘛。对，普丁现在呢，一定急着要找一个他下台阶。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发生了我现在讲的几个状况，就表示普丁也会怕战斧巡弋飞弹。是什么状况呢？如果未来的这些日子里面呢，突然间普丁不断的连续的每天都出动了好几百架的无人机去攻打这个的乌克兰，然后去突袭基辅去攻打乌克兰，然后连续打了好几天，告诉各位，那个叫做以进为退，那就是普丁打算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要跟这个等于说乌克兰谈呐，他要跟川普这个等于要低头的情况之下呢，他必须先做一个战功，然后再华丽的下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